它一旦到筋上去了，顺着筋的那个生理结构跟特性，它自然把那个筋就往两边去延伸开了。你没有到筋上面去，没有到筋上去，你的力量就是这样子的。好，我们上礼拜教的那个膝盖后顶的那个啊，回到家有试试看吗？有试试看，有心得吗？就是另外一方，我没有办法每一个角度都往后，就是都连得上。每一个角度，你说弓步的是不是？不是，就是你说哎，一开始哦，我不觉得我每个角度都可以这样。你那个要有一个感觉，就是你不管在什么角度，你尽量往后拉，而你往后顶的那个力量是到你的后面的那个筋上面去。对，然后我觉得我的大腿跟小腿的角度是没有回升，可是膝盖往后顶的时候，就会让自己小腿，因为老师教我这个，我才发现我小腿的角度不太一样，然后就把它旋转一样的时候，
我就会本来是走你一点，可是这一边好像稍微也出来一点，它就会旋的比较正。可是那个角度该怎样，我就不太知道。好，还有谁有？还有谁有练？你有练？是，我觉得我好像起来到一定程度，就没办法控制到，就是很难控制，然后就会有点落到膝盖，然后我觉得我大腿前侧很容易紧绷，所以就是这礼拜一直在试，就是有时候是从底下上来，有时候是从上面降，就是试着去让大腿这边放松。就这边太容易用力。好。还有谁有掌握到？好，我们来试试看弓部的好了，弓部的后腿可能会比较好体会啊。你们还是一样，那个选一个半，跟我们上次做的一样，弓部你的后腿先稍微屈，一点，那个你的伙伴用拳头压到你的后腿弯。然后你去把这个前膝啊，你去把这个膝盖啊往后顶。那顶的时候，你要感觉到什么？其实你往后顶啊，是你要把这个往后顶的力量啊，把它推到这两根筋上面去。所以当你往后顶的时候，那两根筋会拉开。所以你往后顶不是真的这样子往后顶，而是用这个往后顶的动作，把这个往后顶的力量。去传到那两根筋上面，那两根筋会上下拉开，听不懂？好，你们试试看，你往前，你们不要看，这样你懂哈？好，力量有到筋上去没有？你要说啊？就是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啊？感觉有力量在顶我。你要感觉那个力量是这样的力量，这个是这样的力量还是这样的力量？不是，应该是这样的力量，对。来一下哈。你的弯曲啊，你如果现在是这个样子的话，我们现在的曲线是这个样子，这个样子，就好像你现在有一根绳子，我有一根绳子或者一个东西，它是这样子曲的，我画大一点，我们画三角的，我们画一个极端的。当这样子的时候，它要变直，有一个是这个力量，这样子嘛，是不是这样子？有一个是这个嘛，是不是？可是还有一个方式是什么？当这个往下是这两端往这边的时候，它就会回去了。所以回到这个线的时候，有一个是只有这样子的力量，只有这样的力量。可是还有一个是什么？是这两端延长，这两端延长，这个点它一样到这边来，是吧？所以当我们在做这个的时候，你帮忙的人你在后面用拳头按到，你要去感觉你顶到的这个力量，它回去的时候啊，它是单纯这样的力量，还是它回去是因为有这样的力量？听不懂？我说让膝盖往后顶，它只是一个启动点，所以它往后推，它可以什么？它可以是这个力量，也可以产生这个力量，晓得吗？所以它往后推，你产生阻力以后，
你要让它推到这个筋上面去，两根筋上面去，产生这样的力，晓得吗？而不是单纯的往后的力量。啊，行吗？这就是把你的那个启动力，你一动，那个力量就到你的筋上面去了。它一旦到筋上去了，顺着筋的那个生理结构跟特性，它自然把那个筋就往两边去延伸开了。你没有到筋上面去，没有到筋上去，你的力量就是这样子的。啊，好，来，再试试看。哎，我请问一下，这个力量我可以理解，这个力量是怎么了？一样啊，因为你看嘛，你这边是两边拉开嘛。可是我不知道这个力量怎么拉。一样啊，因为你推到这边的时候，它这个筋，这个关节的筋有往下的，有往上的啊。这个我知道，这个我这一样有啊。怎么拉出来？不是你从这是不是他们的中央点？我在这边给他一个，比方讲我快一点，给他一个冲击力好了。我这样给他一个冲击力嘛，那给这个点，给这个点一个冲击力，那给这个冲击力，它产生的力量的延伸，不会光是这个啊，它也有这个啊。对，这个我可以理解，是吧？对啊，就是这个向量看得出来是。对。可是我不知道，因为我力量的操作，我不知道这个力量怎么操作得出来。不是你操作它，是因为它。是因为它。所以你不要去操作它，你只要让这个往后的力量能够延伸到这个筋。老师，我换一个说法，这个力量我出得来，是因为我这边有个固定的，就是里面对多一点，我可以这边有。对。而这个地方啊，我就找不到固定点，难道是我这个脚跟朝上，所以这边朝下？脚尖朝上，所以不是啊，这就是它的固定点啊，或者我们讲这个啊，这也可以是啊。这样没懂？就是说你的腿给我，你在这个地方是中央点嘛，是不是？它往这边这个筋，它是不是有往下的？有往下的嘛，有往下的到这边来嘛。这个筋也有往上的啊，是不是这样子？所以你这边受压力的话，你往后顶的时候，它产生力量的延伸，是不是有往这边的，也有往这边的？再试一下啊！我再试一下。你再试试看。你要知道你单纯的只是什么？你单纯的只是在做这个动作，可是你要去让这个动作到这里的时候啊，让它走到这个筋上面去。好，对，我回去，因为老师上次教我是走里面嘛。对。然后我刚刚跟老师讲，说我发现我大腿跟小腿，就是这边这样，然后我小腿要转一下，不用，它才会不用，它才会是后面两条。你让筋来做，我不管你的小腿的角度是怎么样，它一定有筋相连，是不是？所以你让筋来做。你那个腿的方向应该要怎么样哈？你让筋来做。那外侧这条筋啊，它也是要走到里面来。不是啊，不是啊？对，它在这边嘛。对。它也有这个路啊。所以这边也。这个你这样讲好，这样想好了吧？好。这有一块肌肉嘛？是。这也是有一块肌肉嘛？肌肉嘛？是。它是走，你想象走到那个肌肉的边缘。它延伸的是那个肌肉的边缘，听不懂？这也是嘛，它延伸到肌肉的边缘，是这样子的嘛？这往下也是嘛？这块肌肉，
它走肌肉的边缘到这边嘛，它走肌肉的边缘到这边嘛，哦，是这样子的啊。那从这个肌肉边缘，它这边往上面还是这一个点吗？还是哪里？我就不太知道。你不用管它，就不用管。你不用管它，因为这边的肌肉，就是说你有很多组的肌肉的话，你跟肌肉相连，不管是深层、外层到外层，还是外层到深层，它们都有边缘嘛，都有边嘛。那个边是由谁在相连的？就是筋嘛。所以它可以看你的需要，它可以往这边走，可以往这边走。所以你现在先不管它，你现在先从那个地方发散出来，你能够发散到你的上下的筋去，然后你去感觉它是怎么走的。我会问到上面来，是因为说老师教我这边2个点跟后面尾椎形成的3个点，对，它是底，对，所以我才会问到说这边上来会不会？其实我是想问，对，它怎么跟底相连的？那个底是承托上半身的，承托上半身的。从它最基本的一个就是什么？就是裆，对，最基本的。那个底跟腿的支撑最基本的就是裆嘛，是不是？对啊，所以裆如果是大裆的话，大裆就有它走到这个地方的，对，跟走到这个地方的嘛，也有连到这边，对，但是主要是这个。我不知道怎么连到这边的大裆，跟你的角度有关系啊。你的角度如果是这个样子的话，这是不是有到这边来？啊？哦，你的角度如果是再大一点，这样子的话，它是不是这边多了，这边少了？有体会吗？所以我说它的连接是跟你的需要有关。你的需要是什么？你的姿态的需要是什么？就是关节的角度啊。所以我的关节在不同的角度，它连接的筋就不一样。什么原因？因为你的肌肉的伸展，我这样子的时候肌肉的伸展，跟这样的肌肉，它不是一样的肌肉啊，这样不懂？所以你就算是弓步，我的脚是这个样子，它的连接是一种连接嘛。我的脚是这个样子，它又是另外一种连接啊，那就是这个地方多嘛。是不是这样子？可是它不影响什么？它不影响这个啊，它不影响这个啊，这样不懂？你只要你的那个火车站啊，你只要确定啊，我这个火车站火车来是可以双向通的，我这是一个节点，铁路的节点。火车到这边去，它到这边，它可以往东，可以往西，可以往任何地方。我只要确定它可以往不同的地方去，可是它要往哪边去，跟这个火车本身的目的地有关系啊。我只要确保它这个路是通的就好了。我只要确定在我这个节点，那个力量，火车这个力量，它可以到任何地方去。我只要确定这个，而不会在这边卡到。或者根本没有连上去，你用肌肉的话，这种就是你完全是使用肌肉嘛，你用肌肉力量就没有到这个上面去，所以它不会有这个力量延伸的这样的事情发生，这样没懂？它只有曲跟直的问题，晓得吗？对。所以你现在要做的是什么？第一个要做的是什么？你要到这个地方去，你要去发生这个力量的延伸。好，我再多练一点。你不是体会，体会，你再试试看。好，好，好。好。你好，是我这。